没想到吧，这一弹的王举可以收集齐霸天虎的3大副官，同时威震天的起源追踪形态也是在这一弹里面登场了。这就是小布的正版授权全新版变形金刚第7弹，这是继第5弹之后的第2弹起源主题。可以看到这一弹里面全都是逼住的霸天虎呀，所以我们直接端箱可以保证开出来的9个都是不重复的，同时还能兑换一个限定版的白银追踪者。这一弹的隐藏款是威震天，替换的也是威震天，区别仅仅是涂装更好，而且多了配件。盒子里面有2到3包零件，一包是图鉴卡说明书以及造型手，其他的都是变形金刚的拼装零件。同样是全新版，价格也都一样。我一直感觉变形金刚的待遇是最好的，每个角色都有替换手，配件也丰富，体型也做的最好，浑身的机甲造型都有用分件来还原出来，拼装出来的效果很难看得出来积木人的那种感觉。由于分件较多，所以我用了2个多小时才完成了所有的拼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弹里面我最期待的霸天虎3大副官。可以看到在震荡波的胸甲外面又延伸出来一节肩膀关节，和胳膊的连接改到了肩甲上面，从而使得体型更加的壮实还原。肩甲是通过左右合的方式连接在胳膊上的，使得在大臂根处有一些虚位。头部是男人感觉最浪漫的独眼设计，在胸甲的最外层安装了一个透明键，通透度还可以，能够看到里面的细节。身上的紫色做出了普通紫以及净土紫2种分色，可以注意到本次的腰部是没有什么断层感了，这是因为本弹新加了一个卷腹的防穿帮零件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不影响腰部美观性的前提下进行卷腹。配件方面呢，每个男性的变形金刚都有附带一对五指张开手。震荡波有一个额外的臂炮，是通过替换整个小臂来实现的。然后就是图鉴卡，别忘了兑换，因为只需要集齐这一弹里面9个不同的图鉴，就可以兑换一个限定白银追踪者。这个角色在普通全新版里面是开不出来的，再次提醒一下哈。第2个也是男人的浪漫墨镜机，你看看这个声波，方方正正的，特别标准的一个变形金刚的造型。胸部是用了透明键加隐隐还原出来的那种效果，而且是可以打开的，里面也是有隐隐还原的。它的专属配件是一个肩炮，是通过全旋关节连接在胸甲上的。最后是本弹造型最霸气的红蜘蛛，这造型可要比老大还要拉风呀！刚才拼装过程中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吗？它的这个胸甲肩是镂空分色的，它的武器可以看到是机翼上的4个炮，肩甲上的是全旋关节连接的，可动性还不错。背后的就不可动了，不过它这个机翼是可以转动的。胸骨上的这一个飞机头也是可以转动的。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正面看这个背包的话，红色分件这里的偷胶看着有些难受。接下来就是老大2个不同时期的样子，那个时候他还不叫威震天，而是叫D16。你看这大眼睛肯定是一个好少年，而且你看他的胸口比那3个副官还要复杂很多，一看就知道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。他的背包小巧又精致，不过地位有限，他的武器呢就是一把小 biu， 而长大之后就出现了鸟枪换大炮，可以看到有3根枪管，可比之前的效率高多了呀。另外一个胳膊也没闲着，安了一个臂炮。没错，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一个小矿工了。虽然他的眼睛是变小了，不过呢，看得出来是更加的冷酷无情。这脸看上去可不知道要成熟了多少倍。而身体方面呢，从本来的白灰色变成了银色。这样看上去逼格确实是高多了。和震荡波一样，它也是通过连接肩甲来延长手臂，不过它是转轴连接的，所以说胳膊多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可动。除此之外，它的配件还给到了一个变形齿轮，而这一个奥利安就是获得了齿轮变成的第2形态。这胸部的画面可比之前要复杂了好多，而且令人比较惊讶的是，它浑身所有的银色分身的键都是用玉涂装来还原的。要知道，这个替代大眼上的威震天还是追踪形态呢，都没有这个待遇。身上所有的银色呢都是用了纯银色，看来设计师是有点偏心于汽车人呀。它的配件给到了一个矿工电锯，圆锯呢是可以转动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能源宝，正反面都有还原出来细节，可以通过2只五指张开手上的凹槽进行固定住它，从而实现握持。接下来是另一个形态的 B127， 可以看到它身上的分色非常简单，就是单纯的黄和黑。不只是配色简单，它的装备也很小巧。你看它的臂炮就比小臂粗1圈，它这种干练的造型，相信大家会感觉很帅气吧。装载臂炮的话，只需要替换造型手就可以了。左手避震的透明键质感也不错。此外，它还有一个非战斗状态下的替换脸。本弹其他地方的组合度倒是蛮丝滑的，唯独头部前后合的零件有些偏紧。如果你平常把玩想要给它替换脸的话，拆开头部零件的话，可能要费一点力气和手段了。所以按之前想清楚到底想要哪个脸，毕竟不好替换嘛。我是选了这一个墨镜，因为它是男人的浪漫。而蔡师傅呢就没有头部难拼装的烦恼了，因为他就一个分件。毕竟老年人了嘛，都驼背了，就直接没有给他设计脖子，直接把头安装在了前面。不过人家也是老当益壮，可以看到他武器呢是这一弹里面最霸气的了，这特效的质感都不一样。你看这胡子多长了，早就到了该隐退的年纪了，结果人家依旧是选择了继续投身于革命，致敬。最后就是这一个艾丽塔，和男性角色比是完全不一样的素体设计，
比例可动更好，有明显的女性特征，比起男角色身高方面矮了接近1头。膝盖处改成双转屈膝关节设计，这样的话膝盖就不能够平转了嘛，腿部的平转关节就改到了大腿根处。这样的话有了双转屈膝，女性竖体就可以还原出来鸭子座了。由于体型更加接近于人类嘛，所以把玩体验要好了很多。膝盖中间是屈伸关节连接的，所以可以根据屈膝幅度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，好让造型更加自然一些。它的背包是 D16 的同款。比较可惜的是，它没有替换手型，只有一对 C 型手。它的配件方面给到了一个赛博坦小鹿，细节做的还是蛮丰富的，好像它是第一次在起源系列的玩具里面登场。这应该是摆出了一个正在正常走路的姿势吧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变形金刚全新版第7弹的情况了。如果喜欢起源系列的话，可以再入一下第5弹，这样就可以集齐主角团的基础形态以及青蓝柱的所有形态了。